大家好，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我是余茂春。今年3月，在回應川普總統新關稅公告之際，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曾發表過與眾不同的戰狼外交式的戰爭宣言。如果美國想要戰爭，無論是關稅戰、貿易戰，還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戰爭，我們都奉陪到底。這句話精確概括了中共話語體系的一貫趨勢，即無論何事都必須要用戰爭來說事。這種對戰爭的執迷並非偶然，而是源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性意識形態基礎。中共對合法性的絕望需求，以及其對鄰國一貫的軍事侵略歷史記錄。中共自成立之初即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套辯證法的意識形態，將政治框定為敵對勢力之間永無止境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在這種世界觀裡，治國與外交不是妥協與合作，而是共產黨與其敵人之間的零和衝突。冷戰或許已在歐洲正式結束，但對中共領導層而言，意識形態鬥爭從未停歇。圍堵與反圍堵這對概念仍定義着中國的國際互動。美國及其盟友的每一個動作都被視為對社會主義事業和對中共的圍堵，是對其生死存亡的實存威脅。中國的外交政策從根本上仍受這種意識形態支配。在其眼裡，美國的聯盟體系在亞洲的軍事存在、貿易政策、文化教育交流，都不是單純的地緣政治操作，而是壓制中國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積極戰略。這種馬列式的圍城心態催生了咄咄逼人的姿態，把每一個國際爭端，無論是關稅、人權、知識產權、國際人口和毒品走私，還是平常的外交談判，都框定為關乎全人類命運掌控權的生死之戰。透過軍事姿態獲取政治合法性，也是中共好戰傾向的重要驅動力。與民主政府靠選舉和問責取得合法性不同，中共的權威建立在共產主義必定勝利的歷史必然性的烏托邦概念之上，而這個烏托邦只能透過不斷征服與勝利來證明、來實現。換句話說，中共缺乏真正的民主合法性，因此必須持續營造戰無不勝與歷史必然性的幻象。中共不斷提醒人民其解放全人類的原始意識形態的初心，也構築習近平所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展示強硬形象的需要，使軍事挑釁不再只是戰略盤算，而是鞏固統治和國內宣傳的必須工具。無論在台海還是南海的軍事勝利或強硬對峙，都被大肆宣傳為黨捍衛主權、擊退國際反華勢力與陰謀的證明。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在現代史上比任何政權都喜歡製造衝突，且發動過比誰都更多的戰爭，挑起比誰都更多的與鄰國的武裝衝突，因為這些鄰國全被視為西方民主國家的走狗，或反華地區霸權的走卒，借由對鄰國的軍事行動和不斷霸凌來強化內部合法性，並維繫對人民的控制。這正是中共政權成為區域乃至全球最不穩定因素的原因。自1949年以來，中國幾乎未曾停止戰爭、武裝衝突與軍事挑釁，展現出對鄰國一貫的敵意。以下是其中最重大的衝突。
中共对戰爭話語的執迷，既非近期現象，也非單純外交姿態，而是深深植根於其意識形態框架，將所有內政外交視為對內對外威脅的永續鬥爭。此外，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匱乏，迫使它必須維持永恆的被圍堵的虛假緊迫感，以軍事侵略與對抗性話語作為鞏固權力的工具。歷史上的戰爭模式加上當代的挑釁行為，顯示中國的侵略性姿態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減弱。對國際社會而言，認清這種思維至關重要。與中國的外交互動必須正視其意識形態動機，以及它透過外部衝突獲取內部政權合法性認可的需求。若不處理這些根本驅動力，世界將持續見證一個日益軍事化的中國。急於投射強權與霸權，哪怕犧牲區域和全球穩定也在所不惜。這就是為什麼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所有中共領導人都愛引用那句終極的戰爭咒語：丟掉幻想，準備戰鬥。